1天不排便还好，2天不排便开始心慌，3天不排便就让人坐立难安。为了能顺利解禁，人们各出奇招。蹲马桶时手里抓根香蕉猛啃，企图催动肠子；有人狂灌优酪乳、蜂蜜水，甚至喝下好几口香油，希望能润滑肠道。想象一下，一边厕所里传来撕心裂肺的嘶吼声，一边是无辜香蕉被啃得乱七八糟的场景，既滑稽又真实。但是，香蕉真的能当救兵，帮助我们通便吗？这个流传已久的说法，或许要翻案了。香蕉一直以来被奉为通便圣品，仿佛只要吞下几口香蕉，顽固的便便就会乖乖溜出体外。然而，医学研究指出，香蕉的通便威力其实被严重高估。首先，香蕉的膳食纤维含量并不算突出，每100克香蕉只有约1克多纤维，还不到一些高纤蔬果的零头。我们的肠道需要充足纤维来形成粪便的体积，但单靠1根香蕉提供的纤维远远不够让肠道有感。其次，人们以为香蕉甜甜的，含有的果糖能刺激排便，然而现实是，大部分的果糖在小肠就被吸收掉了，根本来不及跑到大肠去增加水分来软化便便。除非你一次性吃下大量香蕉，否则香蕉中的糖分很难发挥泻下作用。更妙的是，大家有所不知，香蕉其实常被用来对付腹泻。当我们拉肚子、肠胃虚弱时，医生反而会建议吃点香蕉，因为香蕉容易消化，且含有果胶等可溶性纤维，可以吸收肠道中的多余水分，帮助让稀便变得成型。换句话说，香蕉对腹泻患者是好东西，对便秘者却未必。那为什么有些人深信香蕉能通便呢？秘密可能藏在香蕉的成熟度上。如果你吃的是未熟透的青香蕉，非但不能通便，还可能雪上加霜。青香蕉里含有大量的鞣酸，也就是单宁酸，这种物质对肠道有收敛和抑制作用。简单说，鞣酸会让肠道分泌减少，蠕动变慢，肠壁仿佛被紧紧收缩束缚住，结果原本就干硬的粪便更加难以前进。因此，吃生香蕉常常适得其反。相反地，等香蕉成熟到皮色鲜黄，甚至出现褐色斑点时，鞣酸含量大减，纤维和果胶更容易发挥作用，这时的香蕉对肠道才比较友善。换言之，想靠香蕉通便，至少得挑熟透的吃，而且最好搭配充足的水分一起摄取，否则一根青香蕉下肚，可能让你本就堵塞的马桶雪上加霜。既然香蕉并非通便灵丹，那便秘时我们的肠道里究竟发生了什么？让我们把目光转向人体的消化道，来一场奇幻的缩小旅行。我们的肠道好比一条长长的地下排水管，平日默默运送着食物残渣和代谢废物。如果一切顺利，这条管道里会定时涌出一波波温和的水流，将垃圾推向终点，也就是马桶。然而，当管道内部环境发生变化时，垃圾清理的效率就大打折扣。想象肠道里有一支清洁队伍，各司其职，纤维就像扫帚，负责把松散的废料聚拢成团，水分就像润滑油和高压水枪，让废物湿润软化，滑行顺畅。肠道壁的肌肉是搬运工，不停收缩把垃圾往前推，肠道菌群则是无数勤奋的清道夫细菌，帮忙分解部分残渣。但是如果日常饮食纤维不足，扫帚尺寸太小或数量不够，垃圾散落的哪都是，难以集中运出，喝水太少则让里面的废物干成硬块，卡在管道里动弹不得。生活压力大，作息乱，肠道的搬运工也提不起劲，整条管道里一片死气沉沉。再加上如果你常常憋便不排，等于放任垃圾在体内越积越久，水分被反复吸干，只剩又干又硬的石头堆在角落，结果就是粪便越积越多，在肠道里造成大塞车，让人抓狂。可见，引起便秘的常见原因无非就是纤维摄入不足、水分太少、缺乏运动、压力过大等因素共同作用，导致肠道清运效率下降。就像垃圾车罢工几天，城市街道，也就是我们的肠道，会堆满垃圾一样，难怪我们会腹胀不适、排便困难，整个人烦躁不安。更糟的是，长期便秘不解，肠道里陈旧的废物堆积，时间一长可能释放出一些不好的物质，被身体重复吸收，让人容易出现口臭、食欲不振、
甚至皮肤状态变差。用一个夸张的比喻，你的身体就像一间屋子，如果只进不出，堆满了垃圾而不及时清理，屋里的空气品质和居住舒适度可想而知。我们可不想自己的肠道变成那样的垃圾屋吧？说到这里，你可能会问，那有没有什么食物真的可以像传闻中的香蕉那样帮助我们打通肠道，清走宿便呢？答案是肯定的。医生和营养专家们经过研究和经验的累积，确实找出了几种对排便特别有帮助的食物。接下来就让我们来介绍便秘的6大克星。每当你拉不出的时候，试试它们中的任何一个，也许就能让你瞬间如释重负。第一种，西梅干。西梅干其貌不扬，却是公认的通便高手。很多长辈一提到便秘，脑中第一个冒出的就是它。西梅干是李子的干燥果实，浓缩了丰富的膳食纤维和一种特殊的糖醇，名为山梨糖醇。纤维不用多说，它能增加粪便体积，软化质地，而山梨糖醇则更像一个隐形的魔术师，它在肠道里不易被吸收，会帮助肠腔产生高渗透压，吸引水分流入大肠。换句话说，吃了西梅干后，肠道会涌入更多水，把干硬的便便泡软，还能刺激肠子蠕动加快。很多人都有经验，吃上3-5颗西梅干，不久就感觉肚子开始咕噜咕噜唱歌，随后顺利如厕，排出许久未排的宿便。难怪有人笑称西梅干是肚子里的炸弹，小小一颗却威力惊人。但别担心，它的作用温和可控，不像药物泻剂那样猛烈伤身。适量食用西梅干不仅能解除便秘之苦，还顺带补充了钾、铁等微量元素，对健康有益。第二种，红薯，也就是番薯。甜甜糯糯的红薯不仅是美味的天然点心，也是通便的一把好手。红薯富含膳食纤维，特别是它的外皮纤维更多。吃红薯时，如果能连皮一起吃，效果更佳。这些膳食纤维在肠道中如同海绵，吸水膨胀，增大粪便体积，刺激肠壁产生蠕动。而且红薯的纤维主要是不溶性纤维，正是帮助刷洗肠道的好工具。很多人经验证明，早晨吃一根烤红薯，没多久就有便意降临，排便通畅无阻。此外，红薯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，比如贝塔胡萝卜素、维他命 C 和钾等，既能养胃，又对肠道友善。在民间，红薯有肠道清道夫的称号，意思是它能像扫帚一样扫除肠内垃圾。当然，红薯吃多了，有时也会产生些许胀气，那是纤维在发挥作用时正常的副作用，多喝水活动身体就好，不用太担心。第三种，奇异果，也叫猕猴桃。绿绿的小奇异果可别小看，它对肠道可是出了名的友善。研究发现，经常被便秘困扰的人，每天吃2到3颗奇异果，有助于增加排便次数和改善粪便质地。奇异果里有2大法宝，一是丰富的膳食纤维，每100克奇异果约有2到3克纤维；二是一种奇妙的酵素，叫做奇异果酵素。纤维的作用我们已经很熟悉了，那这酵素有什么厉害之处呢？它能帮助分解我们吃下去的蛋白质，加速食物在肠道的分解，减少残渣滞留。同时，奇异果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C 和水分，吃起来多汁解渴，还能为肠道提供水分。一口咬下去，酸酸甜甜的奇异果汁液宛如给肠道加了一剂温和的刺激，提醒懒散的肠胃该动一动啦。不少爱美的人喜欢晨起空腹来一颗奇异果，既唤醒味蕾又唤醒肠道，一举两得。不过需要提醒的是，奇异果性寒、胃寒或容易腹泻的人不要一次吃太多，2颗足矣，并且最好室温下食用，避免太冰凉刺激肠胃。第4种，发酵乳制品。对于肠道来说，益生菌就像它的好朋友，能帮助维持菌相平衡，促进肠蠕动。而优格，也就是酸奶，正是补充益生菌的绝佳食物选择之一。一杯醇厚的优格滑入肠道，数十亿剂的乳酸菌随之进驻肠胃，它们有的能存活着抵达大肠，在那里定居生长，和我们本来的肠道菌一起联手作战。当肠道里的好菌增加，肠道环境就会改善，蠕动也往往变得更规律、更有劲。很多人早上起来喝杯温温的优格，
没多久，肚子便隐隐传来信号，预示着该去解决一下人生大事了。优格的作用虽然不像药物那么立竿见影，但重在调理肠胃，润物细无声地改善你的排便习惯。除了优格之外，传统发酵的食物如酸菜、泡菜等也富含植物性乳酸菌，同样可以帮助肠道提升动力。需要注意的是，有些人喝牛奶容易胀气或拉肚子，通常是乳糖不耐所致。这类人喝优格可能会好一些，因为乳酸菌已经帮忙分解了部分乳糖。总之，适量的把优格或发酵食品融入日常饮食，能在不知不觉中让你的肠道更顺畅的运转。第5种，奇亚籽。假如有一种食物，外观看似不起眼的小黑籽，却蕴藏着超乎想象的纤维能量，你一定很好奇吧？这就是近年来风靡健康圈的奇亚籽。每100克奇亚籽中，膳食纤维含量高达30多克，纤维密度远胜绝大多数食材，被誉为纤维之王。当奇亚籽遇水，表面会形成一层黏滑的凝胶，体积膨胀数倍。试想，把一勺泡过水的奇亚籽饮料喝下肚，这些小胶质种子在肠道中继续吸水膨胀，会大大增加粪便的体积和含水量，让肠道感受到明显的压力刺激，自然而然启动排空机制。此外，奇亚籽还富含植物性欧米伽3、脂肪酸和矿物质镁。镁是肠道的放松矿物，能轻度刺激肠道分泌液体，软化粪便，就像医院里常用的泻盐那样，只是不会那么剧烈。综合作用下，奇亚籽对付便秘效果1级棒。实际上不需要很多，一天1-2汤匙泡水喝，就足以让很多便秘者重获顺畅。需要提醒的是，奇亚籽一定要充分浸泡在水或饮料中再食用，让它吸足水变成凝胶状再入口，否则干吞可能在食道里膨胀引起腔堵。同理，吃了奇亚籽后也别忘记多喝水，才能让它发挥最佳的清肠效力。第6种，深色绿叶蔬菜。若要选一种日常餐桌上最平凡却最重要的通便食物，非绿叶菜莫属。像菠菜、甘蓝、空心菜这类深绿色蔬菜纤维含量丰富，且提供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，其中值得一提的是镁元素。是的，又是镁。许多深绿色蔬菜都富含镁，这对肠道有额外的好处。镁离子有助于放松肠道平滑肌，并且促进肠道水分的分泌，软化粪便。难怪有人说绿色蔬菜就是天然的肠道润滑剂。回想一下，当你蔬菜吃得很少的日子，是否特别容易便秘？而一旦连续几天每餐都有满满的青菜，排便往往就比较规律轻松。绿叶菜就像肠道的勤劳员工，每天帮维持消化管道的通畅。特别是空心菜，在民间有通便菜的称号。很多老人家便秘时，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炒一盘空心菜来吃。青菜虽好，但还是有些讲究，烹调时尽量不要煮得太烂，以免纤维结构被破坏。此外，烹调油别放太少，适度的油脂反而能帮助润肠。养成每餐都有一大堆青菜的习惯，你的肠道会感激不尽，每天早晨都更加轻松。以上6种食物就是传说中真正能够扫荡肠道垃圾的通便良方。相比之下，香蕉这位昔日的通便明星可能要退居2线了。当然，并不是说香蕉一无是处，它仍是一种营养健康的水果，只是对治疗便秘不是特效药。我们需要的是整体饮食结构的改善和以上这些高纤维、有益肠道食物的助攻，才能彻底改善马桶堵塞的困境。现在你已经拥有这些秘密武器，下次在被便秘折磨时，不妨选择其中一种食物来尝试。也许吃完一段时间后，你会惊喜地发现，小腹明显松了一圈，整个人轻盈了不少。有人形容解出一坨宿便后，仿佛立刻排出3公斤的垃圾。虽然3公斤有点夸张，但并非全无科学根据。其实，每个人肠道中多多少少都存有一些未排出的粪便，那些几天没能排出的陈年存货，累积起来重量还真可能达到数公斤之多。有调查指出，经常便秘的人体内囤积的宿便重量可以有3到5公斤，难怪长期不排便，小腹会鼓鼓胀胀，整个人感觉沉重。当那堆废物终于被清空，你站上体重计，瞬间轻了好几公斤。
那感觉简直像丢掉一个小行李箱。不过要强调，排出3公斤垃圾不等于真正减掉3公斤脂肪，只是把身体里多余的负担卸下而已。但毫无疑问，清除宿便后，你的腹围会减少，腹部轻盈平坦许多，人也会感觉神清气爽。一些所谓排毒减肥的故事，喜欢用一碗瘦3公斤这样的噱头，其实大多只是清空了肠道内容物的效果。我们看待这类说法时要理性，但也由此更体会到定期排便、多排干净废物的重要性。聊完食物，我们还得谈谈心。没错，肠道的健康不仅取决于吃什么，也深受我们情绪和生活方式的影响。肠道有时被称为第2大脑，因为它拥有一套庞大的神经网络，和大脑之间通过迷走神经等途径不断交流。当你精神紧张、压力爆表时，你或许会发现肠胃跟着翻江倒海，要么拉肚子，要么便秘加剧。就像在高压状态下，全身的肌肉都绷紧了，连肠道也不例外，它的蠕动节奏可能被打乱，甚至暂停。相反地，在放松愉快的环境中，例如度假时，有些长期便秘的人反而能顺利解便，这就是压力解除带来的长乐。因此，面对便秘，不光要从饮食下手，调节情绪和生活作息同样关键。长期便秘除了肉体的不适，更可能引发一连串健康问题。最直接的，比如蹲厕所用力过度，容易诱发痔疮或肛裂，那种疼痛可比便秘本身有过之而无不及。还有，肠道老是充斥着宿便，肠道菌相可能失衡，有害细菌滋生，长久下来对肠壁也是一种刺激甚至伤害。有研究探讨过慢性便秘与大肠相关疾病风险的关系，虽然不是100%直接因果，但可以理解。肠道年年被宿便折磨，环境当然不好，疾病风险可能增加。所以千万别把便秘当小事，长久的不重视，最后可能演变成更大的麻烦。那么在日常生活中，有哪些习惯会让你的肠道变得越来越懒呢？首先，缺乏运动是让肠胃偷懒的罪魁之一。整天久坐不动，腹部肌肉得不到锻炼，肠道的血液循环也差，蠕动自然无精打采。其次，总是忍便不去解决，时间一长，肠道对如厕信号变得迟钝，甚至干脆懒得提醒你了，结果就是越憋越没有便意，形成恶性循环。再者，过度依赖泻药或偏方也会让肠子变懒。一些刺激性泻药虽然暂时能帮助排便，但长期使用会让肠道习惯外力，而自身蠕动功能退化，最后离了药就更排不出。还有不规律的饮食和睡眠，过大的生活压力也都会让原本有节奏的肠道变得混乱无序，该动的时候不动，想休息时又莫名抽动，久而久之，肠道的生物钟被搞坏，也就提不起劲正常工作了。知道了坏习惯，我们就要想办法重启肠道的活力，打造健康的排便节奏，需要从多方面入手。第一，饮食上多多摄取我们前面提到的高纤维食物，每天确保足量的蔬菜、水果、全谷杂粮等等，给肠道提供足够的工作材料，但也别一下子猛增纤维摄入，渐进增加，让肠胃有适应时间，并且一定搭配足够水分，否则光有纤维没有水，反而可能加重便秘。第二，培养定时排便的习惯。我们的肠道其实喜欢规律的节奏，如果你每天早上固定时间如厕，久而久之生理时钟就会在那时间点自动催促肠子蠕动。很多人早晨一杯温开水或早餐下肚后，很快就感觉信号来了，这就是胃结肠反射在发挥作用。我们可以善用这个生理现象，每天早餐后稍作片刻，放松心情去趟洗手间，就算当下解不出也没关系，重复这个习惯，慢慢的肠道会学会在那个时刻启动排便模式。第三，积极动起来。适当的运动对肠胃蠕动有明显的促进作用，饭后散步有促消化的效果，而平时加强腹部核心肌群的锻炼，例如仰卧起坐、扭腰、简单的瑜伽扭转姿势等，也能增强腹压和肠道张力，有助于粪便推进。如果没时间专门运动，哪怕每天抽几段时间起身走动，做做深呼吸，都比整天窝着强。第四，学会减压和放松。正如前面说的，压力大会让肠子不听话，所以平时注意调节情绪，睡眠充足，
必要时可以透过泡澡、听音乐、腹部热敷等方式来放松肠胃。腹部按摩也是个不错的方法，用手掌以肚脐为中心，顺时针轻揉腹部，可以帮助唤醒偷懒的肠道哦。最后，如果有某些慢性病或药物导致的便秘，千万别隐忍，要咨询医生，寻求解决方案。走过这段关于肠道的奇幻冒险，我们了解到，香蕉并不是通便的万灵丹，真正让肠道恢复活力的秘诀在于均衡的营养和良好的生活习惯。一根香蕉救不了长年累月的便秘，但高纤维食物的持续摄入、充足的水分，加上规律的生活和放松的心情，却能让僵滞的肠道重新跳起舞来。我们的肠道其实很聪明又勤奋，只要给它适当的食物和信号，它自然会为我们卖力工作，定时把体内的垃圾打包清走。想象每天清晨轻松排出昨晚的废物，那种通体舒畅的感觉，是对前一天努力生活的最好奖励。所以，别再迷信一两样所谓速效的偏方，也不用羡慕广告里夸大的排出3公斤宿便，循序渐进的调养，耐心建立起属于自己的健康排便节奏，你会发现，便秘这个让人苦恼的难题，终于被你彻底踩在脚下。当肠道畅通无阻，肚子不再为难，你的身心都会轻松许多。每天都让我们的肠子保持微笑，轻松迎接新一天的挑战吧。想必此刻，那位影片开头还在马桶上啃香蕉奋战的朋友，也终于找到了真正可靠的方法。现在的他不再迷信香蕉，而是手头常备西梅干和红薯这类通便法宝，每天饭后散散步，早晨给肠道一杯温水，并养成固定如厕的习惯。结果呢，曾经愁眉苦脸的他，如今排便顺畅，脸上露出轻松的笑容，过去困扰他的3公斤垃圾也早已被彻底清空了。